这事儿吧，这事儿跟齐然有点关系。确切的说，这事儿应该是跟齐然他们家有点关系。他们家那么有钱，骗你爷爷？他们家主业是做保健品和养生品的。我给你看个东西。这盒保健品号称有延年益寿的功能，卖8888，我爷爷被骗了10几万。爷爷他是怎么被骗的呀？他在养老院的时候认识一个老人，我估计老人是一个托，或者他去体检去，在体检中心认识了一个保健专员，保健专员跟我爷爷说他血脂高、血压高，容易得脑血栓，推荐他买这保健品，买了10几万的，而且还是打对折了。然后爷爷就买了。买了。可是他当场怎么会带那么多钱呢？他当时没带那么多钱，人家服务态度特别好，专门让我爷爷去银行给他转的账。我爷爷的账户绑的是我的手机号啊，我当时一看转了那么多钱走，那我以为他账户被盗了呢。那你报案了吗？我觉得受害的不是我爷爷一个人，这也不是我爷爷一个人的事儿。我认为他们骗了很多人。齐然怎么说？他说他父亲是靠这起家的，他非常相信他父亲，但是他也跟我说了，如果爷爷认为他买的保健品是吃亏上当了，他可以把钱退给我，这不是钱的事儿。但问题是我爷爷已经被他们洗脑了。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帮你起诉你未来的岳父，说他卖保健品骗了你爷爷吧？齐老板是龙科的客户，也是我们廖主任的朋友。是我懂，而且廖主任还是你们的红娘，你不方便出面，你就只能借刀杀人，而我就是这把刀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拒绝，但他们是在害人，他们还会害很多人。您好，我是麦先生的议定监护人，他在你们公司购买了大量的保健品，我今天过来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些保健品的具体情况。哦，对不起，您可以找售卖给麦先生的保健专员。我打过电话了，他说他休假。那就只能等他休假回来了。你们这儿呢是一个公司，不能说客户遇到任何的问题就把责任推到一个推销员的身上吧？这个我们也……黛西，我听说你被 fire 了。你听错了，谣言。不是吧？是当众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坐。我们律所的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有预感，你我早晚会以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见面。咱们言归正传。哎，你确定你不是公报私仇？我和你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的私仇。你我有利益冲突呀。你的前男友在和你分手之后和我在一起了，那跟你们欺诈老年人也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没有欺诈老年人，我们是一家保健品公司，我们保证老年人的健康。有数据表明，使用我们产品的老人平均寿命都超过普通老人。你们家的数据是假的，是做出来的。黛西，你生我的气我能理解。我今天过来是来了解你们家的保健品的。对不起，你不是我们的客户，我们不为60岁以下的人提供服务。你还太年轻了。我这次过来，就是为了60岁以上的人维权的。保健品的事情，廖建明已经说了，如果你们确实觉得钱花的冤枉，他们可以退钱，但是你们必须签一个保密协议，承诺他们。那个，我已经召集了10几个人都要告他，他们能都给退钱吗？谁让你这么干的？谁让你这么干的？您之前不是跟我说过吗？
一个专业的骗子，他是绝对不可能只骗一个人的，所以我就受到了您的启发，于是我就好。那我现在再重申一下，你是我的助理，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，听懂了吗？您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让我调查蓉蓉，我已经调查过了。虽然我不认可您的做法，可我还是按照您说的做了。调查报告我昨天就发到您邮箱了，邮件显示您已经读过了。我是读过了，所以我亲自起草了协议。早知道你这么闲，应该让你起草。起草什么？和解协议啊？我让你调查蓉蓉，是为了让你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。你以为我要干嘛？那这个和解协议他签了没有？没有。他说要给何塞看一下。我就知道，我在给您的这个调查报告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。他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要经过何塞老师过目的，也就是说，何塞老师就相当于他的私人法律顾问。但是除了这一次，何塞老师他要忙于杜飞的案子，于是呢就请兰兰帮这个忙。没想到这个忙帮出了这么大一个篓子。其实我知道，蓉蓉她打从心底里，她可能是有点不大认可兰兰，因为她不是一个容易相信别人的人，这跟她的原生家庭有关系。你不用把你报告里的内容再重复一遍。哦。何塞的父亲何家一先生去世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刚刚。喂。蓉蓉那边没有问题。好。那我马上联系罗琦的律师。我已经联系过了，他就在我对面。有些细节要跟我谈。那你现在马上带他去会议室，我过来跟他谈。对不起，会议室可都满了。难道没有其他会议室了吗？我们并不需要很长时间。有，我帮黛西留了一间。哦，对，我让丽娜姐给我留了一间大会室。大会议室现在为什么要留大会议室？是要让那些保健品的维权老人来开会吗？对，马上取消。我没时间听你解释，我再重申一遍，你是我的助理，按我说的做。可是我发的是微博，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一个。那就删除微博道歉，或者说微博被盗号了也可以。工作特别忙，然后照顾不上父亲。好，这后来呢，也不知道认识个什么人啊，带他去什么将军养生基地免费旅游，他就去了。这一去啊，就入了坑了。天天的免费讲座呀，各种养生讲座，其实啊，那就是个洗脑。对，是。然后啊，就有什么啊，保健专员进行1对1的服务，是吧？其实就是套取你的经济实力，然后再根据你的经济实力给你定做什么养生套餐。哎，我父亲还行啊，我也就是个普通白领，有个老太太，儿子很有钱，结果就给定了个几十万的那套餐呢。您说的那个将军养生基地是不是就是养老院啊？叫养老院他骗不了钱，叫养生基地他才能骗呀。没错，姑娘，你说的特别的对，他就叫那个养生基地。你说就我这个经济能力这么差，我根本就住不起那个什么养老基地啊。他们说没事儿，哎，老先生，您就到我们这儿来做一个免费体检，免费的，我就去了。然后就有一个什么保健专员，就天天后头跟着你，还管你叫首长呢。那就是套取你的经济实力，那就是。那您还记不记得那个保健专员叫什么名字啊？哎呦，叫丽丽啊，对，叫什么丽丽，都起的是那些什么外国名，都是难记着呢。骗子怎么可能跟你说真名呢？是，我跟你讲啊，特气人。我呀是偶然回家，发现我爸的房间里堆满了保健品，一屋都是。我找人问了，这些保健品成本价在10几块钱，他们卖到了几千块，太黑了。那您有没有保留付款凭证啊？有啊，我这都给你拿来了，您看看，有刷卡记录。哦，你看一下。如果您手上有任何的证据，包括这种购买凭证的话，都可以给我，好吗？哦，真的。